应该就是“精忠报国”这4个字吧。是啊，破山也说过，他做梦啊都想驾着飞机把日本人全赶出去。国难当头，救国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嗯。我们也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要用我的方式为国效力。那是什么方式啊？海棠，其实我觉得，好好爱他们，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。对，好好爱他们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，才能好好爱国。走吧。朱总，既然冈山信一那边来消息了，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，那真的武平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。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公软出来，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？林伯伯，我听说您最近又要去中研院的食语所了。是啊。能不能带我去啊？甲片这么多，我怕您踏不完，师母还要照顾钱姨呢。您带我去吧。朱总，那是孟家的女儿，也住许村。您看，一会儿让老三把这2个女学生引开，还是……明白，一会儿会了。你现在踏甲片的水平啊，的确挺好的，比你师母还强一些。我呢，10月15号是准备去南京食语所一趟，踏甲片。但是这个活儿又苦又累，你行吗？我当然行了，再累再苦还能累过安咽下坑吗？哎，那不是凌先生和海棠吗？你确定要去？好，那这样你先回去跟你爸妈打个招呼，好吧？好，我要去南京食语所，谢谢林伯伯。走吧。朱总，韩光中队的人还跟不跟？今天就算了，但是曾念桥还是要跟的，他毕竟是金之烈的学生。不要掉以轻心，我总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。明白。好一个岳武穆啊，最终还是头断风波亭。不投降，不受辱。陈总编生平生怀以文章报国之志。他写此文呢，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同胞们一起共勉。这不投降啊，是一种理想主义想法，但以现在报社的状况来看，总编辑的个性太过于倔强，怕是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的发展。我不这么觉得。我们是中国人，办的是中国报。像文中所说，不投降，不受辱，才是有志气的报人。我觉得说得很对。好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珍珠，我们订婚的那个珍珠手链，你不是之前说找不着了吗？我一直挺不安的，所以专门找上海老凤星的师傅做了这个。尤其是中间这颗黑色的海珠，跟之前那一条几乎一模一样。谢谢。珍珠，嫁给我吧。你不要那么心急，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口头订婚了吗？现在国难当头，应以国事为先。你看看张启他们一心救国，现在是我说我们俩的事儿，你怎么老扯别人呀？那我先走了。新华时报我拿走了。
笕桥支部的工作暂时还是由我继续领导。你和丁焕生要尽快在航校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部，由你来负责。好，知道了。各位看官，您上耳朵，咱们评书开讲，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，有一个大国，小二，叫齐国。有包间吗？有，楼下。徐科长，这么有雅兴啊！我请您喝龙酒。张启，你在这儿干嘛？队长，怎么才来啊？等了你半天了。念桥，你说巧不巧？刚好你今天要请喝茶，看看我给你带个老朋友过来。哟，徐科长，咱相信不是偶遇，一起吧。喝什么茶呀？你们不归队，在这儿干嘛？既然不想喝茶，那不如隔壁楼外楼。徐科长，赏个面子。楼外楼好啊，听说他们家的醋鱼不错。哎，可不是嘛，他们店的招牌菜，咱一定要尝尝，咱再多喝2盅。徐科长，你尝尝，这家醋鱼最好吃了，真的。他家饭菜行吗？哎，绝对没问题，您就尝尝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你一直偷着婚事，不会是因为张启吧？你是一直在跟踪我吗？珍珠，珍珠，珍珠，不是那意思。楼外楼的味道还不错吧，徐科长？楚总，我是真不想去，他们家的醋鱼腥得很，我不也想跟张启、曾念桥套话吗？哟，套出什么话了吗？这个曾念桥啊，看着挺老实，太他妈能喝了，卑职一时疏忽，没套出什么有用的。那还是没喝好呀。让你盯凌问月，盯出个寒光中队；盯曾念桥，又盯出来一个大酒，1天2次失手，你可以呀。我是真没预料到啊，谁想到寒光中队的人能去岳庙啊？你还会预料事情啊？那你帮我分析分析，寒光中队有没有掺和进来啊？属下一直在暗中观察，他们2拨人没有碰面。没有碰面就代表没有掺和吗？这个张启啊，要不是看寒光中队现在是对日作战部队，早就给他拔了。金之烈、凌问月、孟无染3个人又是国际学术界挂了名的，死了一个金之烈已经是麻烦事了，这2个人不能再出事了。初作，也不是不能动，只是要动也得换个地方，让人察觉不到是咱们在动。你又有什么鬼点子？说来听听。属下得到了个消息，林问月下个月15号要去南京北极阁。南京现在乱得很，倒也是个动手的好地方。爸爸，你早点回来。爸爸过几天就回来，在家听妈妈的话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啊，你带在路上吃，别饿着，啊。珍珠啊，找一个人送林伯伯和海棠去不就行了吗？何必你去当这个司机呢？关键这一走就要好几天，南京这些日子这轰炸1天都没断过，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我正好也要把胶卷送回南京。
是，上次的事儿啊，是我不对，啊，我给你道歉了。关键你也知道，这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关心则乱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了，行吗？我没那么小气。龙小姐，哎，孟先生，这日军都在南京轰炸半个月了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本来应该是我们来照顾你，没想到你看，还让你去送他们俩，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啊。孟先生，您别客气。到了南京啊，中央研究院自会有车来接送孟小姐和林先生。我呢，正好回南京，给他们俩当向导，带他们吃吃喝喝而已。您别担心。那就有劳龙小姐了，你自己也多多注意啊。好嘞。林先生。啊。孟小姐，咱们差不多上车吧。啊。好的。拿上行李啊。你妈给你带的什么好吃的呀？啊？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。队长，刚接到通知，敌机今晚会对北溪河气象台和试运所进行轰炸。好在那些文物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。确定轰炸地点是北极河？是。好吧。好，我要去南京试运所，谢谢林伯伯。糟了，哎，干嘛去？林先生他们这2天在试运所，我搞个运输车把他们接出来。需要我陪你去吗？来不及了，我一个人去。哎呀，没胶卷了。这么晚了，都3点了。是啊。珍珠啊。哎。亏了有你，拿照相机帮着我们拍，不然的话，这些甲片要是靠踏，1年都踏不过来。试运所已经转移走了大部分的甲片，现在还剩这么多，咱们抓紧时间。看看一个通宵能不能赶出来。好。珍珠，哎，辛苦了你那么长时间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没胶卷了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哎，正好我去报馆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胶卷。好，谢谢。辛苦啊。哎。林伯伯，你看。这里又有一张刻有“子”字的，“子”是父子王后的姓。是。看来武定王还挺爱父子王后的，才会在这么多甲骨上留下他的名字。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，武定王在位59年。你说，他去世以后，武定王该多伤心难过呀！你是在为3000多年前的人伤心呢？有伤心也有羡慕。武定王夫妻俩一生都致力于商王族的复兴，而且父子还是女性大将军呢。对。他死后，武定王继续复兴大业，也算是完成妻子夙愿了吧？林伯伯，你说他们夫妻俩算不算得上是完美的爱情？算不算是完美，我还真不敢说，这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。但是这个武定王时期啊，第一是膜拜神权，第二呢，他重视商业。还有就是尊重女性。以当时女性的地位来说，能在这么多的甲片上留下她的名字，可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和他地位的不同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林先生，你们快出去躲一下吧，这是轰炸警报啊！可是我现在还没踏完呢。哎呀，先生，这文物若能留下，空军自然过几天会把它送到重庆的。哎，你快跑吧，活着最重要啊！哎，好，赶紧收，赶紧收，挑重要的拿啊！
要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久闻凌先生大名，中央航校运输大队奉命前来转运10余所的文物。有线人报，国宝武丁甲被先生私藏。根据政府立法院文物保护法，所有地下文物均为国家所有。现请交出武丁甲，由运输大队一并运往重庆。武丁甲是交给富华大学做研究用的，是得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允许的。你们想要拿走武丁甲，必须要有中央研究院的手谕。想看手谕可以啊，不过要跟我回去看。林先生，请上车吧。那就不必了吧。等你们拿到了手谕之后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到杭州来找我。海棠，站住！东西给我！你干嘛？不行，林先生，林先生。你们轻点儿。出动。这些都不是那个武丁甲。日本人再有半个小时就会轰炸这里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耗着。要么交出武丁甲，要么带我去找。想就这么走是没有可能的。东西呢？你们现在采取这样的手段，想从我这拿走武丁甲，那也是没有可能的。我没有那么多耐心。在我数到3之前，希望你好好想想武丁甲藏在哪儿，并且带我找到它。1、2，等等。北平的金志烈教授，是不是也和你们有关？什么？法眼禅师说过，好语不可说尽啊。林先生，你说的金先生我不认识，也不晓得。既然大家已经撕破了脸，那我就让你心爱学生死在你面前，说不定你就想起来了。什么人？出来！是我，吓死我了！一会儿咱俩配合一下。什么人？出来！都别动！韩光中队听令：洞31 4点方向，洞95 8点方向，敌人有异动，立刻击毙。张启。韩光中队，张启啊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今天要是影响政训处公务，就算你有个好老子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洞31，瞄准陆副处长脑袋，我数到3，如果他不放下枪，立刻击毙。1、2，开枪啊！虚张声势，根本就没有人。张启，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你的未婚妻吧？
那咱们来打个赌，看看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我的，还有动三幺快。那咱们来打个赌，看看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我的，还有动三幺快。动三幺，手抖了。下一次，直接瞄准陆副处长脑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收枪，然后马上离开。今天的事我当没发生过。我不管谁派你们来的，今天的事儿我绝不会再提起。如有违背，有如此瓦。叔佐，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一会儿日本人飞机就快到了。不行，我们先撤吧。收队。撤！海棠，没事，我在呢。海棠，林先生，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来了，赶紧跟我上车。好。哎呀，吓死了！哎呀，龙小姐，还好带了一把枪，本来是想带着玩的，没想到派上用场了。走，走，林先生。我们走树林小路，离大路远一点，但是相对安全，不容易被敌机发现。张琪，你怎么会来北极阁？
中队换防，刚好在南京。记得先生说过2天会来。你们都没受伤吧？我们都还好。幸好你来了，谢谢你啊。珍珠小姐，也谢谢你。应该谢谢冰冰，要不是她刚刚教我怎么开枪，我连保险栓怎么上都不知道。红那我会表扬你的，这次多亏你了。林先生，那个陆子怡是中央航校政训处的，在北平，他参与了复兴号备战。今天他出现在这儿，我怀疑他勾结日本人，走私科斯甲骨。对了，林伯伯，刚刚您问那个人金先生的死是否跟他有关，金伯伯怎么了？怪不得100号大门紧闭，我还以为他暑假回湖南老家呢。海涛。你说那个住100号的金先生，可是复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之烈？对，就是这个金教授。武丁甲一直是他在保管。这片甲片是我们研究阴代历法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再结合南京十余所的那些刻字的龟甲和兽骨，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阴代的历法。再结合我们的这些史书和典籍，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证明中华信史的开端。但是现在啊，有一些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，一直想抢走这片武丁甲，还有就是想阻挠我写阴代历法口。金教授这些年一直是用生命在守护这片武丁甲，我想他最后的时候，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说不出来的困难，才最后投湖自尽了，留下了一大堆的谜团呀。那黎先生，金先生留下的谜，您解开了吗？我现在知道，他托朋友已经把武丁甲放在了杭州，我也找到了。林伯伯，那金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啊？这个还不太清楚。我猜啊，你们刚刚说那位金先生，他这么做应该是想要切断一切线索，这样的话就好让那些想拿到武丁甲的人死了这条心。是的，很有可能。以前我总觉得金伯伯是个怪人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是一个可以用生命去守护使命的人。是我没保护好金先生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金先生托付的那个人是我。金先生让我把武丁甲带回杭州之后，就再也不要去找他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早有布局，然后从容赴死，目的就是为了武丁甲通过我，安全的到达李先生手里。还有，陆子怡要来中央航校找的那个人，不是念强，应该是我。我太大意了，居然没想到。张琪，你不用太自责。这位金先生就像你所说的，早就布好了局，做好了必死的决心。是啊，张琪，金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，想必也是对你很信任了。对，张琪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会找到这片武丁甲的。李先生，现在基于武丁甲的人众多，我怕面对武力你无法抵抗。如果你放心的话，不如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。把甲片交给你，我当然是放心的。但是现在阴代历法考我还没有写完，在写书的时候还要时常参考这个甲片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把它放回到原处了。现在
中日之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，但是在文化上，也是一场战争。金教授守护了这些年，就是为了这张武丁甲。我一定不能辜负金教授。在这场文化战争上面，我绝不能输。我明白了。在科氏加速度中，欧米伽是运动参考系的角速度 ，VR 是相对速度，这也被称为科里奥利加速度，也是我们作为飞行员最常用、最应该记住的一个公式。请说，队长，那科氏加速度不是在惯性系中的吗？念乔，你弟弟曾破山不错呀，不仅飞行学、航空学都是11期生中成绩最棒的，飞机制造、空军战术也最拔尖。今天教科氏加速度，念乔你还记得吗？当年算的你哭出来，破山居然有新见解。破山是学文的吧？没想到能在这些科目上拔尖儿。何止学的拔尖，他现在能自己上手改瞄准器，改的还真不差。队长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像是老先生见到爱徒，啊，慈眉善目的啊。我弟破山可是曾家的独苗，这随我父亲特别有才。什么独苗？别这么说。我是养子，海棠他们都知道。聂乔，别老把养子这事挂嘴边上，亲恩不如养恩大。队长，听说孟家的南迁，不过去看看，交代几句？没什么好交代的，我也还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现在这个局势，他还是跟家里避着战火，避着我比较好。畏首畏尾的，不像你。哎呀，要说海棠啊，那可是我最了解他。他虽然表面不爱说，但是心里可有主意了。你看，上回你生病，他那么着急的给你一炖汤，虽然说不好喝吧，我还没喝过呢。但用孟伯母的话说，那可是我们海棠第一次下厨啊。哎，队长，你是不是怕呀？你好歹还是教官呢。你看我弟弟破山，要不我让他过来教教你？你不也是教官吗？你还比我大呢，不也一个没拿下吗？你们俩都是一路货，咱队长啊，18朵花从来没浇过水，好不容易碰上这19朵看中了，还走一步退两步的，我看着都着急。哎，念乔，你呢？谁又喜欢你了？哎，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10局。你说说，咱们一退再退，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现在这个局势，咱们由主动变成被动，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全面丢失，只有上海、南京还有飞机能搞夜袭。哎，不是聊感情的吗？怎么一竿子又捅到战士上去了？我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，我呢，倒是宁愿守护着喜欢的姑娘，就像蝴蝶一样，让她自由自在飞多好呀，何必抓在手心里呢？哎，二哥，你经常出去给穷朋友寄钱，神神秘秘的，我们也没多问。现在想想，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个嫂子呀？我跟你说，那还真不是。我父母和我弟弟都失联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。我确实给一些穷朋友寄钱，不像你们俩，是吧？花啊、草啊什么的，我现在就是那些老朋友和你们这些兄弟们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们二哥我长得不精神是吗？没事，二哥，等太平了，
我让海棠给你介绍个女同学认识认识。哎呦喂，刚还说不想抓着手心里，不要人家，现在海棠叫的这么亲热，哎，那可是我妹妹。是啊，只能是你妹妹，不然你想以为是什么呀？行，弟妹啊。剑桥哥，哎，自从你救了他一直为了没有救那个学生兵而自责。我准备用军人的方式，好好开导他。李教官，走吧，阿哥，咱们找汉勋他们。不去了，我去办点事儿。又出去啊？邮局。今天戒严了，你还能拿车把他接进来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海琛啊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给我过来一下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也有句话，这也不说。好，海琛，你等我一下。李教官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亲手做的，看看合不合适。是吗？挺合适的，挺暖和的。多少钱？我给你。10块大洋。啊，是吗？我……哎，什么钱呢？我自己做的，做了好几个月呢。比开飞机都难。真是没想到你还会做这个。怎么？你是不是看我就不像个女的呀？没有，哪敢呢？那你痛快说吧，手套要不要？我们都是同袍，要，当然要。只是没想到，你真的很特别。怎么特别？好啦，不为难你了。我明天要飞昆明，接下来还要往返杭州和乌家坝多趟。等安定下来的时候，昆明见，你再告诉我。成。对了，送他回家的车在外边，7点前得回来，有宵禁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听到那些炮声了吗？这段时间，韩光中队换防南京。虽然我们没有升空御敌，但是那边有我们14架战机，跟日本人至少30架战机对上我。再过不久，杭州就要战火纷飞，不然不会让我们这么早回来。这都已经几个月了。你还是这样没精神。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可不能这样啊。现在3号，家里10号就要远行，到时候我跟破山都不在了，家里老老少少，都只能靠你这个男人保护着。你可以跟哥说一说。你到底怎么了呀？那我跟你说，过段时间我换防回杭州就把你接过来。如果你到时候还不想跟我说话，可能我以后就听不到了。这根红绳是那个学生兵分给我的。带上。是他把一条命分给了我。南苑机场那天是我的错，那个学生兵快死了，他向我求助，可是我不敢出去，到处都是子弹在飞，我就躲在死人堆里看着他。
看着他一点一点死掉，是我害死了他。海晨，我从小看你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所以你才会自责。但是现在，国难当头，战火纷飞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重来一次，所以我们要选择去原谅自己。你是没能救他，不是不救他，是你的力量还不够，好吗？你不明白，一个刚刚还活生生的人，慢慢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感受？我就是什么也没做。这些我都明白，海晨。张队长不应该救我，这些我都经历过。死了算了，海晨，只要别这样，我活着，每天一闭眼，你别这样了，海晨，海晨，求我。你给我过来！念桥哥，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不如一死，省得良心受到谴责？那你敢不敢用你的命去还他一条命？如果你是神冤手者的话，我现在带你回家。但如果你敢以命抵命的话，你就闭上眼睛，从这里跳下去。如果你不死的话，就是老天给你的机会，一切可以从头来过。孟海晨，当学生兵是你自己选的，死对军人来说不算什么。你到底怕什么？我现在用军人的身份问你，你敢不敢跳？好，我跳。走。这一跳，你并不知道多高，但是你跳了，你做到了以死相抵，你算死一次了，你不欠他了。二哥，干嘛呢？认识啊？不认识啊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给我那些穷朋友寄钱。那咱们笕桥就有邮局，为什么你偏跑丁桥来寄呢？而且你总说给穷朋友寄钱，你的穷朋友到底是谁？不是，我说你最近怎么了？那么关心我？走，咱们换个地方聊聊。队长，想说什么？二哥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平时看的那些书，你平时说的那些话，想说什么？直说。你是共产党。
队长，今天吃错药了吧？还有每次你寄的钱，也不是寄给你朋友的，是寄给共产党的，对吧？你要是跟我开玩笑的话，开过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二哥，我一直在找我的家。你是丁焕生，所以我不怕告诉你，民国21年，我从复华退学，打算去美国。请问，还有少年漂泊者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有读书会，最后几本都卖断货了。读书会啊，多谢。这是一个左翼文学作品，作者蒋光慈，作品发表于1926年。作品刚刚出版的时候啊，鲜有人知道，沉寂多时。可是到了1927年，却广受读者欢迎。这是为何？请问，今天是我们物理学会的读书会，不知各位老总有何贵干？有人举报你们富华读书会集体传阅反动书籍，这从何说起？请过目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讲的呀，是当光正被电子偏转时，电子的动量会发生一系列不连续的变化，所以啊，位置测定的越准确，动量就测得越不准确。对！操！苏俄人常说，文字就是力量，文字就是武器。警察来了。把书给我。今天，谢谢你啊。你是复华的学生吧？物理系2年级。张琪。不过我刚办了退学手续，要去美国念军校。为什么要去美国念军校？刚才在书店听到先生讲课。中国的未来在何处？个人的未来又在何处？我也想知道。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，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。会找到的。哎，先生，我参加过左翼学生活动，我还听过你演讲，
您还在一次游行途中救下过我。您真的不认得我了？当然记得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就跟您说过，我想，既然你选择了去美国读书，那你不妨把你自己的道路走走看。那位先生，应该就是共产党人。几个月前我又见到他了，这次，我正式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，他收下了，却没有回复。我以为他们还是不肯接纳我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牺牲了。其实无数次我都在想，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就像他那样。二哥，这么多年我早就看明白了，有些人总是寄希望于什么国际调停，动不动就要和谈。共产党就不一样，教育长都说了，共产党绝不投降。我想要追随他，必然是这么一个从不投降，而且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。队长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，不会跟任何人说。绝对不是。9·18之后，我改了名字，弃文学习飞行，再到后来从军，为的就是为了帮中国找到起名的方向，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亲手炸掉复兴号那天，看到学生兵尸横遍野那天，再后来，听到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那天，我的心就明白了。我相信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二哥，在笕桥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，我不想再流浪了。你刚才说到你改过名字，其实我也改过名字。我15岁那年，从养父家逃出来，一路流浪。有一次险些被火车撞死，幸好遇到了一群人，他们救了我。这些人就像是我指路的明星，教会我很多东西，令我焕发了新生。所以我才改名叫焕生。我记得有一位姓罗的先生。他一身书卷气，我最喜欢他。他跟我说，如今的中国，看似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找寻不到方向，看似身处漆黑冰冷的长夜，但其实，他是站在海岸，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，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，一见光芒四射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。说的真好。这些也是罗先生说的？不是，是润之先生说的。这段话出自于他的文章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是的。润之先生说，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。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，抛却了一切老旧和一切尘封。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，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列强出中国，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。那群像星星一样的人，如今是在延安吗？对，他们在延安。二哥，你就是共产党人。对，
我就是共产党人。所以我没找错人。所以二哥，请你带领我，请共产党带领我。好，我很欣慰，我没有看错你。我很高兴，罗叔也会为我高兴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这些火种是在我们手里一个接着一个传下去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整个中国都会燃烧起来，天也会被照亮。二哥，你再多跟我说说，我不怕絮叨，我喜欢听你絮叨。无论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们现在一起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共赴国难，救国救民，绝不能怕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活着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现在淞沪前线，日军已经增军至27万人，陆军9个师2个旅，海军第3舰队、第4舰队全部主力，以及空军力量尽数集结。笕桥已接到命令，尽快转移，保存实力。好了，现在向中央航校以及各大队还有航光中队传达委员长命令：本校即日起，截止至11月11日0时，分批向南昌、柳州、昆明撤离。航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，撤离过程为保证安全，勿开灯飞行，飞行高度不能低于3000米，并且高度不断变换。第11期新生学员以步行方式撤离至昆明。航光中队原申请并获得支援协防杭州湾的任务。以现在的局势来讲，我会向曾峰申请取消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，就是为了传达此命令。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。教育长，卑职人有言。说。整个杭州湾的兵力都太过于空虚，尤其是这儿。金山卫，一旦此地失守，上海战场便将腹背受敌，南京、杭州都在日军控制之下。所以这才是淞沪战场最大的软肋。属下不明白，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反倒屡屡从杭州湾抽调兵力？金山卫，海水浅，滩涂深，地形复杂，不是理想登陆地点。可是明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上海，走的也是金山卫。早前，这里还有第8集团军的4个师加1个旅。说明上面知道金山卫的危险性，可现在仅剩62师1部防守，这怎么守得住啊？教育长，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，杭州湾危在旦夕。9月，中央航空制造厂已经停工内迁。军事委员会曾经制定的空军建设防空计划，应该在民国25年完成630架飞机。可是你看今天，已经是纸上谈兵，毫无指望。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，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，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。战必决斗，保存实力，以应未来之战，这是咱们现在逼不得已的决定。服从命令，后天，航光中队撤离杭州。
叫人把值钱的、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打包带回重庆。初座，您这是？啊，是，属下马上叫人收拾。许村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刚得到消息，那3家人老老小小的，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，弄到了1周后去昆明的火车票。11月10号，他们要走。林文月走时一定会带着武丁甲，盯紧他。张琪有什么动静？递了战书，带韩光中队的人协防杭州湾。几架飞机以卵击石。报告。进。教育长，张队长他在外边已经站了1整天了。您看，让他站着吧，站累了自然就回去了。申请协防杭州湾。你知不知道在阵前抗命是什么罪？教育长，咱们是军人，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，更不是撤离，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。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炸弹，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。